准备种大蒜了，今天先把土地给它整理出来。像大蒜这种富贵菜，如果土不好的话，其实是种不好的。这就是我准备种大蒜的土地，这片土地的土质还可以，肥力也不错。等下给它收拾出来，随时就可以开始种蒜了。这边这些芦笋枯萎的杆子都已经长到这个种植池里边了，把它往旁边给它推一推。把这边的草给它稍微的拔一拔，大家其实可以看到，这个里边的杂草并不是很多，只有这么一点点。其实一个原因就是我上面的这个东西，大家看起来是不是还以为是稻杆？但其实这个就是豌豆的杆，是春天的时候我们种豌豆苗，然后吃豌豆尖儿，最后剩下的杆子枯了，一直都铺在这个地方。这样的话，铺在这儿，这些杂草就很难生长了。再看这里边，这还有点自己长出来的豌豆，这也是春天的那批豌豆，最后结的种子，然后我们没管它，自己到秋天的时候又长出来一些。这上面的地方我们已经给它掐掉一部分了，也是当时当成豌豆尖给掐下来的。把这些豌豆杆给它收起来，收出来，到时候还可以再重新使用，用来当稻杆一样，给其他东西或者土地给它覆盖上。其实种豌豆、吃豌豆苗，一个巨大的好处，不仅是因为豌豆苗或者豌豆尖比较好吃，另外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，这个豌豆覆盖在土上，一方面能有根瘤菌起到固氮作用，增加土壤的肥力；另一方面就是能够让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。因为下边有助于微生物啊、蚯蚓呀发展还有繁殖。把剩下的这一点也给它收出去，这些都是可以重新再利用的。这边还有这些韭菜，也都给它剪下来不要了。这些韭菜的杆都已经枯掉了。这些韭菜已经是结种子了，而且这种子长得还不错，我们给它剪下来。不过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用，因为我们的韭菜太多了，全都给它清理掉，清理干净。接着就是这一片芝麻菜了，这片芝麻菜长得还是挺不错的，是秋天的时候种的。看看这一片长得还是挺不错的，旁边还有一大片。当时秋天的时候确实是种了不少，我等下中间的地方稍微给它留下一长条，这样的话我们在吃沙拉的时候还有一些芝麻菜可以调味儿。看这一大片，等会儿我把它拿回去让丽丽稍微挑一挑，把嫩的给它摘下来留下来，我们到时候可以拌沙拉来吃。行了，都清理干净了。这儿还有一撮韭菜也给它拔了。大家来看一下这些一直有蔬菜覆盖的土壤，看看土壤的活性还是很不错的，都是这种黑土。咱们再挖一点这个被豌豆杆覆盖着的地方，看看这些土。看也是挺不错的。其实判断土壤的好坏还有一个标准，就是挖开来看一看，看看土里边到底有没有蚯蚓。一般的话，土里边有蚯蚓，就说明土壤的有机质比较丰富，土壤活力比较高。看看，翻一翻的话，到处都是有这种蚯蚓的。松土的时候，有时候经常会发现这种从远处窜过来的这种大根，这种根的话，就是一定要给它去除掉。哇，看看这大根儿，为了把这个大根儿给它挖出来，我这种植池这个地方的砖都被掀翻了。哎呀，这还有一条。
砖给它放回去。用这种空心砖来砌种植池或者是菜床，还是挺方便的。这些大根给它扔掉，再把表面上能看见的大点的杂草给它稍微的去一点。这一片芝麻菜也不要了，把这儿也铲下去。尽可能把这些干掉的豌豆杆给它回收再利用。把刚才拔树根这地方的土稍微给它平整一下。接着就是我们免耕种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，就是只松土不翻土。我以前的视频中也介绍过很多次了。我一般就是用这样的工具，把土稍微的给它松一松，大概就是松到30厘米左右吧。我们是不把下边的土给它翻上了翻个个的，这和传统的种植翻地是不太一样的。就是为了防止土壤板结，把它这样稍微疏松一下，让下边有一些孔隙，这样的话能够透气，土壤就能够呼吸了。其实不翻土这个事情呢，乍看起来好像是有点怪异，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土不好的时候。但其实免耕或者是不翻土这个理念，前提是你先要把土给它培养起来，就是培养好，而不是在一上来就是不翻土不翻地。如果你是一块很新的地，那肯定是一上来是要把土给它翻一翻，特别是如果想种一些大型的蔬菜，那最好是能翻到50-60厘米深。但是这种动作呢，基本上在你整个种植过程中就做这么一次，剩下的时候就是尽量按照免耕种菜的原则，好好的保养土地，让土地自然的增加肥力还有有机质。当然开始的土壤你肯定是要多添一些堆肥土啊、牛粪土之类的，因为最初的土不肥沃，你如果全靠自然的话，那要花可能3-5年的时间。对个人种菜来说，等3-5年那个成本，时间成本实在是太高了，不值得。但是基本上你花一些钱把土壤培养起来之后，按照免耕种菜的一些原则，后边好好的维护，这些土就能一直保持比较好的状态。来看看最后松完土就是这个样子。松完土之后，我们要让这个土在这儿稍微的歇一歇，主要目的是里边有很多蚯蚓，如果是不小心松土的时候它被翻到上面了，那这个时候给它一定的时间，让它往下边爬一爬，爬到土里边去。中间这一片芝麻菜我暂时先留着，等再过一阵子看看是不是把它收了，然后这儿再稍微种点蒜吧。接着我把右边这块地也是给它整理出来。其实翻好的地等它歇够之后，正常来说我是要稍微加一些菜园石灰的，这样的话能够补钙，能够杀菌，能够调节一下 pH 值。但是这块地我通常都是不给它加菜园石灰，因为我们用的是这种砖的话，其实它挨着土壤是能够释放出一定的这种碱性的，也就是说它其实能让周围的土壤产生一定的碱性，所以通常是用这种东西来搭的菜床，我基本上就不加菜园石灰了，否则的话可能碱性就太高了，就不太好了。这片地刚才还是忘了提了，这片地当时春天种完豌豆之后，我后来还种了就是最后一批的西瓜，但这批西瓜是种的稍微的有点晚了，再加上今年霜冬日来的也特别早，天气冷得早，所以这批西瓜只有很少量的长成了，而且长出来的个头也不是很大，没有达到正常的尺寸，但是成熟度是有一部分是够了。但是还有一些，比如说像这种每棵藤上的第二个瓜，就可能就只长这么小一个小不点儿，然后就霜冬日就来了，这些瓜就拉秧了。我们种西瓜的时候，上边的这些豌豆杆也是铺在上面的，这个是有特别大的好处，就是又可以防草，又可以保湿，防止水土流失。所以春天的时候，在这些土地上边种点豌豆还是非常有价值的。当然，我指的是这种密植的形式，吃
豌豆苗、豌豆尖儿的，不是那种专门用来种来吃豌豆的。如果专门吃豌豆的话，那种植的可能就需要稍微的疏松一些，那种的话就起不到覆盖作物的效果了。这里边其实还野生出来一些这种樱桃番茄，长得个头也是非常大，就说明这里边土壤的肥力还是很好的。不过也是我们都是来不及摘和收，好多都浪费掉了。这边这几颗也是春天那批豌豆结的种子又生长出来的，看看这些把它摘出来扔到一边，到时候干了之后就是变成这种干的豌豆杆了。这种红了的西红柿烂在里边的，还是尽量给它往出挑一挑，不然的话，到明年春天长出很多的那种小的西红柿苗，就跟野草一样，也是挺难处理的。到时候还得当野草一样给它拔掉。好，又回收了不少的豌豆杆。接着旁边这一片就是樱桃萝卜了，这批樱桃萝卜也是属于密植的，长得好的基本上都被我们拔掉给吃掉了。现在剩下的这最后一批了，应该是长得都不太好了，但是很多也是还是可以吃的。我把它给拔下来。来看一下这最后一批的樱桃萝卜，其实长得也还凑合吧。虽然品质没有开始的好，但是吃是没有问题的，一个一个也都是长得比较饱满了。像樱桃萝卜的话是特别的好种，像这么一小片，我们就是撒了种子。当然撒种子之前是加了一定的底肥的，之后就是你只要保持它土壤的湿度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。如果它过密的话，给它稍微的溅一溅。如果你种的还可以，连溅都不用溅，不用溅苗。等它开始的那一些膨大之后，把膨大的就及时的给它摘掉，就是自然的这种溅苗生长了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是对樱桃萝卜的品质有比较高的要求，那就是它小苗发起来之后，还是要及时的给它疏松溅苗。这样的话，每一个樱桃萝卜都会长得特别的圆润、特别大、晶莹剔透的。不过自己家种植一般好像也没必要吧，看自己的习惯了。这里边还是杂草呢，并不多，稍微给它清理一下就行了。因为一是说有干的豌豆杆覆盖，另外就是像种了这些水萝卜之类的，樱桃萝卜也是一直覆盖着土壤，这些草也没什么机会能够长起来长大，就是个别的地方会有一些草，也很好处理。稍微的把上边豌豆的杆再搂一搂，搂到一起。还是把它回收走。继续给它松土，其实这些土也是比较好疏松的，因为它土质特别好，湿度保持的也挺好的，它不会特别干燥，然后也不会说特别湿粘在一起，种植起来也是比较容易。我其实是觉得种菜的话，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技术要学，然后也有一些技巧，但是其实万变不离其宗。你如果把你的土地弄好了，土质好了，其实种什么东西都会事半功倍，会容易很多。行，这就疏松完成了。另外，像我们这些种菜的土，如果平时不是特别需要的话，就尽量不要进去踩它。这样的话，对保养土壤也是非常有好处的。这边这一小片胡萝卜我就保留着它了。这片胡萝卜是因为种的时候有点晚了，否则的话，这个时候应该是刚好收获的时候，收获下来之后就正好种其他的东西了。这块地，但是现在是还没有完全没有成熟，所以我们还是给它留一阵子吧。看这些蚯蚓，刚才松完土之后，还在努力的爬呢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松完土之后要让土稍微的在这个状态下待一阵子，可能通常半小时就差不多了。这样的话，这些蚯蚓能够有时间再重新钻回土的底下。说回这些胡萝卜，这些胡萝卜的话，虽然种的有点晚，但是在我这个地区，通常是也还是能够膨大起来的。如果给它保留到明年，也是能长起来的。这些胡萝卜稍微给它保暖一下，是有一定的几率
至少有一部分吧，还是能活下来，过到明年的。不过怎么说呢，在后期给它保暖，让它膨大，或者是给它保暖，让它过到明年去，这还是属于下下之策。最好的是还是稍微早一点吧。一般北方的话，就是头伏萝卜二伏菜嘛，就是在头伏的时候，属伏头伏的时候，胡萝卜就尽量给它种下去。这样的话，一般在霜冻日之前，差不多就可以收获胡萝卜了。把这些樱桃萝卜放在小推车里边，给它推回去。等会儿让丽丽稍微给清洗一下，把好的挑出来。还有这些芝麻菜也是不能浪费。好了，给它拿回去先。过了一会儿了，这是之前松过土的土壤，我们找到表面已经基本上看不到蚯蚓了，应该是都已经钻到土底下了。我把草木灰也拿过来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撒一些草木灰进去了。撒草木灰还是给它稍微戴上点口罩，然后戴上手套。今天还是稍微有点风，不太好撒。撒草木灰主要是有2个好处吧，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补充钾肥，大蒜对钾肥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。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能够一定程度上的杀菌杀虫卵吧，能够防止蒜蛆，但是这个作用其实是挺有限的。草木灰也不用撒太多，表面上稍微给它撒一层就行了。刚才说松完土之后，稍微的把土晾一晾，让蚯蚓回去，主要就是下一步，因为撒草木灰嘛，我们草木灰要是直接撒到蚯蚓身上，也是对蚯蚓有伤害的，所以稍微等一会儿，让蚯蚓都回到土底下，这样的话就没事了。哦，这还有一些菜青虫，哇，干活戴口罩确实是非常憋，喘不上气儿来。所以你说这些很多人戴着口罩去跑步啊、运动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是受得了，因为那样应该是对肺的伤害还是挺大的。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需要，干活的时候还是尽量别戴口罩。戴口罩目的就是为了防尘嘛，防止这些草木灰啊，或者什么菜园石灰或者其他的，比如撒硅藻土的时候别吸到肺里边。其他的时候，如果没有这些粉尘操作的时候，就千万干活或者运动的时候就千万别戴口罩了。看看这些撒过草木灰的土壤都变成白色了。刚刚说用这种水泥砖砌的这种菜床，我一般是不会加菜园石灰的，因为那个碱性太高了。不过草木灰还是可以加一些的，因为草木灰虽然也是有一定的碱性，但是它这个碱性其实很快就中和了，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。而且草木灰的补钾的能力是非常强的。当然，如果是没有草木灰的话，那可能是用一点其他的钾肥也是可以的，比如有机的海藻肥之类的，或者是也可以用一些矿物质粉。不过矿物质粉也是不能多用，因为矿物质粉也是成一定的碱性的。像是撒完这些草木灰啊，或者是菜园石灰啊这些东西，撒过之后，一般的话还是要稍微给它等上1-2个小时吧。如果是比较着急，那就等上半小时也可以；如果是不着急，可能就等2个小时。这样的话，等过了2个小时之后，再拿耙子把土稍微给它平整一下，把这个草木灰或者是菜园石灰就跟土壤表层稍微的混合一下，混合起来了。刚才我突然发现这还有2个花生。其实我去年不是去年了，就是今年是没有种花生的。这些花生还是去年种的花生，然后秋天的时候收获，没有收获干净。看看感觉好像还是完好无损的。我看看，哦，外壳是好的，但是里边已经坏掉了。再看看这个，也是壳里边已经空了。所以好多人用花生壳埋在自己的菜园的土里边，其实这是不太好的，因为花生壳太难分解了。你还是给它稍微的跟那些厨余啊或者什么草叶啊之类的，给它专门堆肥，堆好了之后再往菜园的土里混合吧。等待的时候，先给大家看看，这是我10月底的时候种的冬豌豆。
就是这种 Austrian 的 Winter Pea， 这是调播的。这种冬豌豆比较耐寒，常规的豌豆或者是荷兰豆之类的，还是要早点种，哪怕你吃豌豆尖、豌豆苗也要稍微早点。但是这种冬豌豆的话是可以晚一点的。像我这个7A 的耐寒区，一般的话10月份种是没问题的，11月份种也是可以的。我基本上还是这种冬豌豆，主要还是把它当成覆盖作物的。我主要是这2个菜床里边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种了，然后也收拾干净了，这样不能让土壤空着，所以就种了冬豌豆。另外，远处的那个种植池也是。其他的几个种植池呢，还是有东西的，看一看。这个是韭菜，那边是菠菜，然后还有一些小青菜呀，还有茴香啊、芥兰之类的，还有蒿子杆儿。现在就还有一个小菜床是可以下一步再收拾出来的。这里边之前种了点辣椒、柿子椒，现在基本上也都是被冻枯萎了。然后还有一点点的葱，这些葱可以保留着，但是其他的地方可以给清理出来。我们看看，再种点其他的吧，可能种一点蚕豆看看吧，也是当覆盖作物来种的。反正我们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些土地，尤其像这种菜床种植池这种土地，冬天就尽量不让它空着，还是给它覆盖上，或者是种一些覆盖作物，或者是就用一些黑塑料布呀，或者是用一些纸壳啊，其实都可以，也可以用一些碎木给它盖住。这样的话能够保养土壤，保养里边的微生物啊，还有蚯蚓啊，增加土壤的这种活力。你如果不给它保养覆盖的话，到第2年春天你去看这个地，整个冬天这种水土流失还是挺严重的，而且这些土壤沙化也是会缓慢的进行的。现在是有点太冷了，像这些韭菜都已经趴着长了，都不是那种直挺挺的往上生长了。这边当时散播种子种的一些油麦菜，现在有一部分已经长大了。当时还想把它们，如果小的时候给它们移到棚里，现在有好多都长太大了，只能挑一些相对小的了，可能后边给它移棚里一部分吧。这些大的大概率应该在外边就能长大，能长到可以食用的大小了。这些香菜也是，还是长得非常的旺盛。后边如果再冷的话，可能就会杆子叶子就会有点发黄，然后品质就会下降了。行了，差不多了，用耙子把土地给它平整一下。里边还有特别大的根，哎呀，啊！平整完之后还会搂出一些草，把这些草也剪一剪，给挑出去。刚才这儿还有一丛韭菜，这种韭菜根儿也不要了。平整土地的时候，总会搂出不少这种草根儿。这种草根儿的话，尤其是特别大的根儿，还是尽量都给它拽出去。行了，土壤的准备工作这就差不多了，让它稍微的歇一天，明天或者是后天吧，我就可以把大蒜给种起来了。